司令在测试装备时发现惊人的一幕：战机明明是模型，却能飞3万多米高，更是发现了华夏上空的敌军隐形机。他们此刻才知道，一直在别人的监视下，鹰将竟然仗着先进隐形战机监视我们，他们真不怕开战吗？还好被这辆民间模型发现了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不好了，熊老，这架无人战机失去控制了，而且已经把鹰将的隐形战机给锁定了，正在准备发射导弹。若是真让导弹发射出去，鹰将的战机肯定完犊子了。不可能，这民间模型怎么可能会装有导弹？这架无人战机太离谱了，说不定那个人真能把导弹给造出来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制造这款无人战机的人给找到，他应该有办法可以重新恢复战机的控制权。小童这次给我送的生日礼物，也不知道是惊喜还是惊吓。战机隐形，敌有机区建模块，极化分级技术，这些当然有研究的价值。倘若真把鹰将的250隐形战机打下，痛快倒是痛快，但接下来的麻烦也会不少。小童，你能联系上你的那位校友吗？原来战机模型的发明者陆峰是小丹的校友，他昨天找陆峰打造一件战机模型，给军备局的爷爷当生日礼物，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。陆峰，我们现在无法操控无人战机了，而且他一直在提示锁定敌机，超音速热源跟踪导弹已就绪。华夏领空怎么会有敌机？我制作无人战机时敢把超音速热源跟踪导弹放上去，就是考虑过华夏领空近期不可能出现敌机，所以导弹只是一个摆设。不过敌有区建模块一旦监测到有敌机时，雷达就会开启，导弹就会自动锁定。我是军备局局座熊坤，也是小童的爷爷。你制作的无人战机发现了鹰将的250隐形战机，并且雷达已经将其锁定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无人战机飞回来？现在无人战机处于半自动控制状态，倘若要掌握控制权，需要分别按下2个解锁按钮。别婆婆妈妈的了，直接说方法。看到那个黑色按钮没有？陈国庆很快在操作台找到，连忙按了下去。可千万别按，那个就是超音速热源跟踪导弹发射按钮，一旦雷达锁定敌机，按下后就会立马发射。你说话能不能别喘大气？这下好了，跟鹰将引以为傲的250隐形战机说再见吧。此刻天朝着鹰将的隐形战机快速飞去，下一秒战机直接被击落。嘿嘿，高手在民间啊！没想到我们没攻克的问题，居然被民间工匠给实现了。他脸上挂着笑容，明明是来看乖孙女送的礼物，结果不断被孙女送的军工模型所震惊，最后居然把鹰将的250隐形战机给击毁了。老熊啊，你们那边飞机测试场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？刚才我们这边反馈疑似有飞机被击毁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翼龙16号轰炸机研发失败了？不是，是鹰将的250隐形战机研发失败了。刚才在空中爆炸的是鹰将的250隐形战机，被一个小作坊生产出来的玩具给击毁了。老熊，你在开玩笑吧？鹰将的250战机我们雷达都探测不到，怎么可能被击毁？还有你说的玩具又是怎么回事？说来话长，你赶紧来我这儿一趟，我给你看一样东西。此时陆峰的电话还没有挂断。陆峰，你也太厉害了，我爷爷对这个礼物可太喜欢了。你确定是喜欢，而不是惊吓？你之前怎么没告诉我？你爷爷是军备局局座，若早知道，我哪敢在关公面前耍大刀？你叫陆峰对吧？你别紧张，虽然你制作的军工模型把鹰将的隐形战机给击毁了，但是问题不大。现在我让小童来找你，你俩是校友，关系应该比较好，年轻人之间没代沟。总之你现在不要乱跑，而且你也跑不远。都惊动军备局和国盾局了，我还能跑哪儿去？我爷爷说话比较直，你别放心上，这个军工模型是我找你做的，出了问题我会主动承担下来，你别担心，你在工作室等我，我马上来找你。此时鹰将海外军事基地里，几位高级军官看着闪烁红灯的大屏幕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那可是我们最新研发的隐形战机，10天前才在华夏领空盘旋过，没有被任何雷达所发现，为何这次就被发现了？难道说华夏人只用了10天时间就研究出了最新的地面探测雷达？绝不可能！别说10天，就是10个月、20个月，他们都不一定能够研制出来。一定是他们碰巧遇到了我们的战机。愚蠢的华夏人居然敢直接击毁我们的战机，他们是想宣战吗？你先别激动，我刚才回看了250战机的雷达记录，发现雷达一直没有扫描到敌机，也就是说对方也是隐形战机。你在开什么玩笑？给华夏人10年时间，他们也研发不出隐形战机。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承认我们的隐形战机被击毁，然后谴责华夏？不，我们必须确定他们是否能够探测我们的隐形战机。现在马上把另外3架隐形战机派出，飞往华夏3个方向。倘若没被发现，那么隐形战机被击毁一事就必须让华夏方面给说法。若被发现了，就当没发生过，绝不能让世界看我们的笑话。正好军备研究所对250隐形战机进行了升级，隐形涂层吸收信号能力比之前更强，而且还配备了反雷达锁定。我们就算飞到华夏首都去，他们都发现不了自家空域被我们给入侵。2小时后，军盾局援兵乘坐军用直升机来到支海军事基地。老熊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非得让我亲自来一趟？还有你说鹰将的250隐形战机被击毁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自己看吧。左边是猎鹰01隐形无人战机，右边破
烂的是鹰将250隐形战机。无人战机拍引擎，你们军备局什么时候研发出的新装备？怎么我都不知道？老熊，你也太把我当外人了！嘿嘿，鹰将前段时间入侵我国空域，还挑衅的发表声明，表示我国雷达形同虚设，结果10天后他们的隐形战机就被击毁，真是啪啪打脸。这不是我们军备局研发的，是民间一个小作坊研发的，是我孙女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他跟军工打了一辈子的交道，现在感觉自己受到的教育和几10年的经验被一个晚辈给碾压了。小作坊，生日礼物？今天不是愚人节吧？我怎么听不太懂你在说什么？不急，我孙女已经去找那个人了，等他们谈妥后，一切谜团自然会揭晓。你还只是打了把游戏，却在现实中击落3架战斗机，而且还是鹰将最先进的隐形战机。不好意思，刚接了一个电话，耽误了点时间。你这游戏机还挺好玩的。我哪来的游戏机？陆枫来到熊小童身边，正好看到资助250隐形战机的画面。这是控制台，我制作的军工产品在这里都可以进行控制。得了，那3架250隐形战机肯定也凉了。这鹰将是不是有病啊？老在我们空域转什么转？这不是把脸伸过来挨打吗？可能他们觉得第1架战机被击毁是意外，不相信我们能够探测到他们的隐形战机吧？他们就是欠，几10年都没挨过收拾，结果挨了1巴掌觉得不痛快，又挨了3巴掌，这下舒服了。喂，爷爷怎么了？你和陆枫通完了吗？沟通完了，陆枫完全愿意将技术奉献给国家。那就好。对了，你们有没有控制那架无人战机？刚才这架无人战机自动起飞了，我们担心是不是被黑客给入侵了？那样的话，这架无人战机就存在隐患。对不起爷爷，我以为这是游戏机，所以就玩了一会，好像把鹰将的战机给击毁了。也就是说，刚才那架250隐形战机是你打下来的。小童，你该不会发射导弹把人家的军事基地给炸了吧？这件事要是发生了，跟小鬼子袭击珍珠岛没有区别，弄不好会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的。那倒不至于，我只是击落了3架战机而已，谁让他们在我们空域乱飞，被击落也是活该。只要没把鹰将的军事基地炸，这件事的性质都还在可控范围内，你说是吧？是个毛线啊！我们可是炸了4架鹰将刚研发的250隐形战机。老熊，你是怎么保持淡定的？事情都发生了，现在纠结这些也没用，赶紧让小童闺女把飞机弄回来，别再出什么事了。小童，赶紧把飞机弄回来，今后你们那边别再乱操纵这架战机了。现在鹰将肯定会想方设法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们绝不能把猎鹰无人隐形战机的核心技术泄露出去。熊坤刚挂断电话，手机立马响了起来。熊老，支海军事基地那边在研发什么新式武器吗？这件事说来话长，现在是不是鹰将在找麻烦？是啊，说他们的战机在我们空域失联了，要我们给说法。这群畜生研发了隐形战机就一直嘚瑟，我们的地面雷达都无法扫到他们隐形战机的信号，怎么可能把他们的战机打下来？绝对是在胡扯，想故意让我们难堪。他们没有胡扯，我们确实把250隐形战机给打了下来，而且还是4架。但都是在我们空域击毁的，说明他们一直在挑衅我们的主权。哼，这群畜生简直没把我们放在眼里！你马上把详细情况写个报告，我们外交部好提前准备发言稿，看我不对死他们。没多久，外交部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。各位已经知道，鹰将派出隐形战机非法进入我华夏空域，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行为。我们当时已经发出严重警告，势必捍卫领土权威。可是今天我方又遇到未知飞行器从南海进入我空域，警告未果，出于对国内人民的安全考虑，我们遂将其击毁。只要你们敢来，我就敢把你们打下来。整个发布会进行了3个小时，而此时的支海军事基地里，垂直起飞技术，目前世界上一共有4个国家拥有鹰将的战斗机，英国的耀式战斗机、熊国的雅克战斗机和我们已经研制成功但尚未公布的翼龙战斗机。这4种战机的优缺点都很明显，准确来说是垂直起飞战机的优缺点很明显。优点是机动性灵活，不受跑道长短限制；缺点也很明显，垂直起飞时发动机的耗油量极大，航程不能飞太远。局座，恕我直言，这架战机的设计有所缺陷，8个引擎需要更多的油箱来带动，续航能力估计只有几百公里，还要考虑回程距离。你说错了，这架无人隐形战机根本没有油箱。不可能没有油箱，难道上边装的是新能源电池？新能源电池的续航能力若放在战机上边，估计几分钟就没电了。说对了一半，确实是电池。熊坤看着资料上显示的配置，不禁冷汗直流，实在是太夸张，太科幻了。局座，这怎么可能呀？战机上边装电池，我还是觉得地球上有外星人的可能性更大。有点抽象是吧？那如果这是核源电池呢？一众专家头皮发麻，虽然核能源已不是新鲜东西，很多军事装备都运用到了核能源，但是这些核动力推进系统都非常庞大，而这架无人战机比起人工驾驶的战机要小不少，怎么可能装下核反应堆装置？这么小的无人战机装载了8个引擎就够离谱了，还有4发导弹，其载重就已经快要达到极限，若里边还有核反应堆装置，我还是觉得地球上有外星人的可能性更大。资料里边并没有核反应堆，而是核源电池，外表是纳米金刚石材料，电荷收集率达到了97%，可使用2万年。目前
全世界最好的电荷收集率材料也只能达到67%左右，而这个核源电池居然能达到97%，使用2万年也太夸张了，这跟永动机有什么区别？离谱，真是离谱！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都不可能做到97%的电荷收集率，他一个民间人物怎么可能做得到？老徐，你别激动，我们不是有设备可以测吗？到底是不是核源一测就知道了。小唐，去把设备拿来，今天我就来打假。徐向杰是材料学最具权威的人，他在国际发表过20几篇学术论文，是有史以来发表论文最多的华夏人。徐向杰拿着测量设备走到战机前，他打算让所有人知道，民间不可能比专业人士更厉害。这是测试电荷收集率的设备，我们先抛开核源电池不论，因为那根本不可能实现，至少是10年之后的技术了。我们就用电荷收集率来破解这荒谬的说法。电荷收集率测试中，5%、28%、68%、97%。经检测，该材料的电荷收集率达到了97%。嘿嘿，徐教授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局座，我很难接受，民间怎么可能做出这么顶尖的军事装备？徐教授，你能承认鹰将出现天才，改变了他们国家的命运，难道就不能承认我们国家出现天才？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，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，经常会面临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威胁。军备局的建立，难道不就是提倡自主创新，发展属于我们华夏自己的军工产业吗？徐向杰依旧坚持自己的判断，他从小就是学霸，从来不会否定自己。我想先问问局座，这架无人战机研发时间是多长？目前我所知道的时间是10天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10天只能制作其中的一个部件，说不定这些都是鹰将的技术被黑客入侵泄露后，才被民间给制作了出来。够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外国的月亮更圆，外国的人要更聪明？是不是？这若是被鹰将淘汰的技术，那么他们引以为傲的250隐形战机是如何被击毁的？今天我是让你们来研究这架隐形战机的高新技术，并不是讨论这架战机是怎么造出来的。还是那句话，倘若这是鹰将的技术泄露，那么他们肯定会制造出同级别的战机。闭上你的臭嘴巴！这时陆枫突然走了进来。鹰将公布最新军事装备，你跪显觉得太牛了。我们国家研制出最新军事装备，你就说离谱？不可能，跪久了站不起来了。你若是不信，直接用导弹来炸。若是战机受损，我提头来见。普通战斗机都是助力起飞，而我刚研究的却是直接原地起飞，甚至30秒就达到了1万多米的高度。报告，战斗机已经到达指定高度，共花费时间30秒。这个效果和之前的6代机完全一样了。自从上级和空军司令合作后，6代战机就投入了流水线生产，而现在就是测试第一架成品，表现完美，继续下一项测试。紧接着陈一鸣开启了最快的极速巡航，速度直接达到30马赫，巡航速度表现依旧完美。接下来测试一下隐身效果，一鸣，你先开启雷达隐身功能，等我让你关的时候你再关。雷达部门准备好了吗？现在对天空大范围扫查，功率给我开到最大。电话那头短暂沉默过后，声音再次传来：林老，雷达功率已经开到最大，未能发现任何不明飞行物。太好了，这些天的努力我们一点没有白费。没想到这个流水线的能力这么强，不仅只用了半天时间就能生产出一台6代机，并且质量还这么高，这已经可以媲美国际顶尖的流水生产线了。有了这条生产线，5个月时间生产200架6代机完全不是问题。好了，老李，让一鸣将战斗机停下来吧，万一让别人看到再传到网上去可就不好了。先别急，隐身效果雷达测试过了，但视觉测试还没有进行，一并测完吧。视觉隐身测试，那不就是光学隐身吗？这架战斗机还有光学隐身的功能。上一架6代机测试动静太大，被许多人看到了，所以为了后面生产出来的6代机能够放心测试，我就在隐身效果里加上了光学隐身的功能。陈长官可以开始光学隐身的效果测试了。开启隐身后，不到1秒钟，战机就完全消失了。真的不见了，小陆同志，你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只要在战斗机表层加上一层感光涂料，再加一些回报率高的传感器，通过传感器检测周围情况，再由战斗机内自带的智能助理对其进行分析处理，最终将表层的涂料调整至最佳状态。6代机的测试到这一步已经结束，陈一鸣以垂直起降的姿态将6代机停回原来的位置。测试效果非常完美，生产线后续几乎没有调试的必要了，这完全可以直接进行量产。小陆同志，坦克改装的事情进展怎么样了？万司令对你的项目十分重视，所以让我过来问问。自从万志一开完国际会议后，便让陆枫在生产战机的同时也把坦克改装一下。已经在改装了，有许多需要调整的地方，不过大部分功能已经具备了，想要实测也是完全可以的。可以实测了，那我可以参观吗？没问题，到了明天我们就去测试吧。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2天，陆枫改造过的坦克出现在了眼前，而前面则是一辆越野车。这辆车就是拿来和坦克进行比对的，只要落后越野车的部分不超过70%，就算完美过关。比赛一开始，越野车就落后了坦克一大截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甩越远。此时坦克的速度已经达到每小时100公里，而这个加速过程仅仅用了5秒。要知道，保时捷911 100公里加速才5秒，但不同的是，为了极致的速度，汽车厂商通常会对车身进行轻量化以及
体空气动力学处理，而这台坦克完全就是一个大铁坨，重量是汽车的几10倍，更没有什么空气动力学可言。可即便是这样，这艘移动堡垒依旧跑出了如此傲人的成绩。怎么搞的？你的车跑哪去了？我已经把油门踩到底了，完全跟不上啊！陈长官，开启高速模式吧，测试一下速度。开启之后，只见坦克一溜烟飞了出去，刚刚还停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，此刻已然变成了200小时。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徐正清瞪大眼睛，他研究了几十年坦克，但此刻仿佛遇到了这辈子最大的难题。100公里加速5秒，刚才这辆坦克从100公里的时速飙升到200公里所用的时间似乎也才5、6秒，两段加速所用的时间相差无几。也就是说，200公里的时速还远远不是这辆坦克的极限。好了，切换极限速度吧。陈一鸣再次按下一个按钮，坦克的速度再次提升，最终达到惊人的400公里每小时。这个速度还能叫做坦克吗？实在不行，咱插上俩翅膀当飞机。减速减速，前方是岩石区域，不用减速，全速撞过去，正好进行装检测试。所有人都傻眼了，以400公里每小时的坦克撞岩石，所有人都得闭眼2年半。而这个憨憨陈一鸣直接踩死油门，撞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。下一秒，坦克正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在岩石区横冲直撞。当徐正清发现撞击岩石对坦克没事时，整个人都兴奋了。9点钟方向还有一块更大的岩石，速度加满撞过去。7点钟还有一块，给我撞！徐正清不断指挥着陈一鸣驾驶坦克撞击岩石，很快岩石区就被清扫了大半，而坦克竟然一点损伤都没有。万司令，我们已经在对小路同志新改造的坦克进行实测了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棒的坦克，我感觉这就是我们部门研究多年，一直在苦苦追寻的终极坦克。万司令，我觉得你真的可以过来观看一下。万志毅身为陆军总司令，他和坦克部门负责人的徐正清接触很多，这是一个骨子里有骄傲的人，一般的产品绝对不值得他如此在意。现在徐正清整个人都激动不已，足以证明陆风改造的坦克真的很强。快去准备车，我要去坦克测试基地，速度要快。此时李德佑几人还在苦苦支撑，他们感觉刚吃了没多久的早饭，现在已经涌到嗓子眼了。还好周围石头没那么多，否则今天非得让这几个小年轻折磨死。他刚说完，便看到了陆风正在对坦克进行打分，这才只是合格。虽然我不懂坦克，但刚才那么大的动静，也应该是坦克中的顶尖了吧？结果你只写一个合格，这性能还比不上完整品的坦克，所以只能算合格。好了，装甲测试可以结束了，接下来进行下一项测试，翻越我们眼前的这座大山。翻越大山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哪怕是以适应极端环境著称的越野者，平时也就敢爬坡之类的，翻越大山，我连想都不敢想啊！小陆同志，要不就测试到这吧？翻山测试实在是太危险了，山体表面凹凸不平，一个意外就很有可能导致翻车，而且坦克重量大，在颠簸的时候更难以稳住重心。是啊，小陆同志，刚才的2轮测试已经能体现出你这辆坦克的性能了。要说翻山测试的危险还是太大，要不就算了。小徐，你说呢？他看向一旁的徐正清，想让这个坦克领域的专业人员来劝阻一下陆风，却发现对方陷入了沉思。我觉得有必要进行翻山测试。我们所面临的战场不仅仅只有平地，山川地貌环境都是不缺少的。而之前坦克唯一被诟病的地方就是太过于沉重不灵活，所以我们部门一直在追求坦克的极致轻量化。而小陆同志设计的这辆坦克在灵活方面已经不是问题，现在就看它能不能灵活翻越诸多复杂地形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这辆坦克时装到陆军部队，绝对可以将我国的军事实力再拉上一个档次。小陆，要不我们还是歇下去吧？老头子，我一大把年纪了，真受不了这些刺激。刚才忘记说了，舒适性方面其实可以开启重力陀螺仪模式的。坦克内部和车身其实不是紧密相连的，我在其中增加了许多气动装置。开启重力陀螺仪模式之后，驾驶舱可以自动适配颠簸，维持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当中，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地形都可以如履平地。你小子有这种好东西，怎么不早点说？一群80岁的专家却在听大学生讲课，他们死死盯着黑板，就像学生一样认真听课。战斗机的结构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你们还有什么不懂的吗？这些设计图纸我们一半都看不懂，尤其是超音速热源跟踪导弹和量子空气盾的原理。没关系，鹰将肯定也看不懂，否则他们就把这些武器造出来了。这些其实很简单，你们只差一个思路。陆风接着将猎鹰战机的设计细节以及技术难点跟这些专家讲了一遍。如此一来，量子空气盾不仅可以运用在战机上边，还可以利用到陆军的装备。这次南北部战区军演，我们的胜算会很大。熊老，南北部战区谁更厉害啊？空军，我们南部更厉害，陆军北部战区更厉害。但这次军演是陆军军演，上次我们输得很难看，所以这次才想要赢。你没当过兵，或许不懂士兵们对胜仗和荣誉的渴望。不，我当过。大一军训算吗？哈哈哈，臭小子还挺幽默。这次军演，我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？还有20天就正式军演了，造装备时间上肯定来不及了。军备局最新研制的坦克跟北部战区的58式坦克相比，数据层面看确实差了不少。我们唯一机会就是把量子空气盾用作单兵身上。陆军军演靠单兵作战观赏性差太多了，人家靠步战车、坦克、武装直升机，这完全没法比。既然上次都输了，这次不仅要赢，而且要赢个大的。话虽这么说，我又何尝不想靠装备制胜？但我们南部战区的研究重
重点是空军装备，陆军方面确实薄弱了些。别急，熊老，20天时间我能给你造一台新式坦克。你确定吗？20天太保守了，毕竟还要测试效果。对，20天怎么可能？造辆新式坦克不得1年半载啊！熊坤松了口气，若是这小子能20天造一辆新式坦克，那可真是怪物。给我13天时间，我把新式坦克造出来。你们用7天时间让士兵们尽快熟悉操作。我这次造的坦克可能跟你们印象中的坦克都不一样。这话一旦激起千层浪，专家们的嘴至始至终都没合拢过，连熊坤都被吓到捂住了胸口。熊老要吃点速效救心丸吗？不用了，你造的猎鹰无人战机已经让我的心脏得到了很好的锻炼。你刚才说跟之前任何坦克都不一样，到底有何不一样？不知道你们是否听过坦克隐形？坦克隐形有什么用？就算雷达扫不到，放在路面这么大的单位，侦察兵一眼就看到了，这功能太鸡肋了，完全没必要啊！我所说的隐形，并不是涂上隐形涂层，而是正儿八经的隐形，跟电影里的绝对隐形不一样。我构想的这台幻影坦克是利用光线偏折原理来拟态周围环境，从而达到隐形的效果。这真的能实现？我需要一些材料，待会我会列清单，尽早帮我备齐，送到我的工作室去。你要在你那造坦克，你那是居民区，这种东西肯定不能在居民区造啊，会有安全隐患。我有一些难言之隐，暂时不方便说。如果你们需要我来建造这款幻影坦克，就只能在我那进行建造。至于安全性问题，其实我的工作室是租的仓房，之前是修车的地方，只是个平层，楼上没建筑。行，材料你写好，我尽快安排人给你送来。你那个地方的房价也不贵，我把周围给你盘下来，先把人群疏散，这样也放心些。给我盘下来？对，送你了，就当是猎鹰战机的购买费用。我们之前出口到非洲的一架无人战机，价格是300万美元。你的这架无人战机各方面性能加起来至少值2000万美元，若是买断技术，几10个亿都不止。但我们军备局的经费不够那么多，就先打欠条吧。嘿嘿，欠条就免了，能为国家做事是我的荣幸。把周围的房子买下来也好，免得哪天有人发网上去，弄不好会引来间谍。到了第2天，几辆军用大卡车停在了工作室门口。东风快递到了，请签收。东风快递不是导弹吗？还有地址28区是什么意思？这里马上改建成军事基地，划为28禁区。还好你这是郊区，附近不是厂房就是荒地，要不然今年我们南部战区的军费恐怕都不太够。就拆方圆几10米不至于吧？是几公里呀？局座说，如果你能把坦克造出来，今后在南部战区范围内，你比熊猫地位高。具体情况等会再和你说。我们先把货卸了。货物卸完后，陆丰便开始专心打造坦克工作。而在鹰将海外军事基地里，史密斯中将，我们有线索了。华夏的猎鹰无人战机是来自南部战区的军备局。又是军备局，他们好像是华夏最擅长研发空军装备的军备研究所。关于猎鹰无人战机的资料，一定要想办法弄到手。有了资料，我们很快就能研制出更先进的空军装备。大卫少校他们不会白白牺牲，我们一定会让华夏人付出血的代价。之江市某酒店总统套房里，此时的徐向杰心情有些忐忑。自他从鹰将留学回国后，已经有20年没有见过自己的导师。我这次专程来找你，是代表 CIA 跟你谈话。我当初你申请鹰将绿卡一直没被同意，当时移民局怀疑你的政治立场，但是现在误会解除了，鹰将的大门永久为你敞开。天底下没有白吃的晚餐，恐怕是有其他条件吧。我听说军备局的最新项目没让你参与，既然华夏军方都在排挤你，你为何不选择为鹰将效力？在鹰将你可以享受应有的待遇和尊重，而且还有最先进的研究设备，比在华夏好上100倍。徐向杰想起自己被局做对，还把他请出研究队伍，顿时非常恼怒。我能做些什么？2件事：想办法弄到猎鹰无人战机的核心技术资料，另一件事找到猎鹰无人战机的研发团队。呵呵，恕我直言，仅凭你们以前的团队，无法在短时间内研发出迭代的无人战机，所以肯定是有新团队的加入。六角大楼想知道是谁？徐向杰的脑海中顿时想到了陆丰。那天居然当众侮辱我，叫我闭上臭嘴，还说我跪得太久站不起来，真是荒唐。在同领域我才是专家，无论走到哪谁敢不尊重我？而且局座居然偏向他来指责我。猎鹰战机的研究资料，我会利用职务之便想办法从系统中拷贝出来。至于研发者，他现在就在28区。我怎么从没听说过28区？这是南部战区刚划分的新军事区，研发者就在那里边。有关这个科研团队，还有没有更为详细的信息？不，他不是团队，他就一个人，自称10天就造好了猎鹰无人战机。呵呵，反正我是不信。一个人制造的无人战机，把我们鹰将4架250隐形战机给击毁了。波特教授，我想请问猎鹰战机的技术真不是鹰将被泄露的？那架无人战机真是太先进了，华夏不可能设计出来，应该是由鹰将最先制造出来才对。绝无可能性！超音速热源跟踪导弹，我们鹰将研究了10年，其命中率始终无法保证。你一定是在开国际玩笑。我当时也提出了质疑，然后被局座给斥责了。他选择相信20岁出头的毛头小子，反倒是把我这个兢兢业业的总工程师给清出了研究队伍。
那个人才20岁出头，若这件事是真的，那他简直是天才中的天才。这种天才，要么为我们所用，要么就得干掉，否则华夏跟我们鹰将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小。他就在28区，你们若是想要答案，就去找他吧。听说他正在进行坦克建造项目，叫什么幻影坦克。现在28区刚成立，护栏网都还没有完全搭建好，要想进去应该并不难。若是他不肯为鹰将效力，我劝你们尽快将他干掉。司令在测试装备时发现惊人的一幕，坦克口径不仅比普通的大10倍，更是一炮把整个靶场给炸了。这门炮的威力也太大了，小鹿同志，这应该就是你之前所说的光谱散射炮吧？没错，光谱散射炮可以理解为电磁激光炮的升级版。我在里边装了核源电池，整个幻影坦克靠核源电池提供动力，以核能提供电能，再借助超导体进行聚能。炮嘴的装置可以吸收聚集的能量，以达到瞬时的爆发。刚才我们聚集了1分钟的能量，威力好像稍大了点，正常情况只需要聚能10秒就够了。你看看这说的是人话吗？威力好像稍微大了点，这才叫只大了一点。小鹿，你刚才说什么超导体？超导体不是需要在零下100多度的情况才有可能实现吗？我这室温超导不需要处在零下100多度。你是说你已经实现了室温超导？怎么了，老熊？左司令不是工程师，不懂室温超导实现后意味着什么？老左，我国要腾飞了，今后世界格局可能会出现2超多强的局面了。老熊，我知道你很激动，但你先别激动，就靠这门大炮，虽然威力很大，但也不至于让我们成为超级大国吧？鹰将的手里肯定还捏着秘密武器，只是一直没有展现出来。不是这门大炮，而是这门大炮其中的室温超导技术。室温超导一旦实现后，离可控和巨变就不远了。有小鹿同志在，我们华夏一定会超过鹰将的。只是最近这段时间，你一定要小心境外势力，他们应该已经盯上了28区，随时都有可能渗透进来。哼，这段时间对28区严防死守，我再调一个团的兵力进行24小时轮班巡逻，绝对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。小鹿同志是我们华夏的未来，绝对不能出现意外。一个团也太夸张了，到时候只怕会引起社会恐吓。我的工作室有警报系统，不会有事的。测试先到这，我回去再升级一下坦克。而此时鹰将国防部中，一众高级军官聚集于此，他们死死盯着眼前的屏幕，里面播放着坦克测试的画面。那是什么武器？没填充炮弹怎么就造成这么大的破坏力？那可能是电磁炮。电磁炮必须连接一大堆仪器，而且没这么大的威力。视频中那只是一个单独的大炮，没有连接任何仪器，所以不可能是电磁炮。CIA 还提供了一些情报，据说华夏正在研制一款新代坦克，试图跟我们妈主战坦克看齐。各位，进行下一步计划吧，是时候让华夏人知道谁才是这颗星球的超级霸主。随后午间新闻播到，咖喱国边防部队380余人携带武器和一辆美式 MA 主战坦克越过边境线200余米，阻拦我方修建公路，我方予以强烈抗议和谴责。哼，这应该是妈主战坦克第一次在鹰将本土以外的地方亮相，并且就布局在了我们华夏边境。鹰将这是在挑衅。我们有6位士兵在冲突时受了轻伤，咖喱国士兵伤亡情况比我们严重。修路的大多是当地人民，民风剽悍，骑着马拿着铁锹把10几个咖喱国士兵的脑袋给开瓢了。这群蠢货每次跟我们产生冲突都是伤我方100，自损1000，还不长教训。别太轻敌，之前咖喱国一直是亲近雄国，这次却用上了美式坦克，背后肯定没那么简单。最近鹰将跟咖喱国的外贸升温，或许跟这次事件也有关系。现在怎么办？让外交部继续谴责，我们的士兵就白挨打了。我看把你们战区的雪狼突击队派出去，直接给咖喱国边防部队搞一个斩首行动，让他们长长教训。各位领导，我北部战区近来新研发了一款坦克，虽然比起美式坦克还有一定差距，但是也能表示我们抗疫的决心。要我说，这次我们南北部战区军演地点选在西部战区算了，这样不是更能表现我们抗疫的决心？我觉得这提议可行，都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，不展现我们威严给他们看，真以为我们好欺负？每次南部战区都到北部战区参加军演，必是不熟悉，所以都输。这次干脆我们西部战区大力支持，开辟一个中立战场，让你们进行联合军演，一来可以更有效锻炼2个战区士兵的战斗能力，二来也可以有效向咖喱国示威。我们虽未正面回答，威慑却震耳欲聋。这件事不是1、2个部门就能决定的，得跟上头打招呼。就在这时，曹玄德的副手上前在他耳边小声说了几句，曹玄德的表情立马变得愤怒起来。他打开电视，上边正在播放鹰将的新闻发言。我们决定加强东南亚地区的社会稳定，与咖喱国展开一场小型的军事模拟演习。这次演习不是联合海上演习，而是联合陆地演习，地点将会选择在咖喱国东北部。咖喱国东北部不就是与我方交界地区吗？这次鹰将真是骑到我们头上欺负，肯定是上次他们的200
150隐形战机被击毁，所以想制造事件把面子找回来。他们在边境搞军演，那我们也搞。北部战区你们新研发的坦克有多少辆？这次全调过去。第一批先制造了10辆，差不多够了。熊老，上次你们的猎鹰 F01无人战机可是给空军扬名立万，得到了国级领导的表扬。这次听说你们又研发了新坦克，成功没有？还在研发中，应该能赶在军演前完成。时间这么紧，不要只中看不中用啊！这次我们是向咖喱国和鹰将示威，所以一定要拿出我军的精气神来。既然南部战区这次没有完全准备好，那么北部战区你们就一定要完美展示我军军备，可不要出丑啊！黄岑清盯着熊坤，嘴角微微上扬。好的，部长，请您放心，我们北部战区绝不会丢人。散会后，熊坤拿出手机给陆峰打了过去。小陆同志，幻影坦克研发完成了吗？完成了，你随时可以来看。太好了，我刚才开会还一直担心这件事，现在我在龙都，晚上才到支海，明天上午我就派大挂车来拉坦克到军事基地进行测试。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了。电话挂断，黄岑清正好走了过来。老熊，说吧，你这次是不是又在扮猪吃虎？明明研发了新装备却不拿出来，非要等到最后一刻才展现。我俩几十年的交情了，你还瞒我啊？熊坤笑而不语，知道黄岑清是来的色的。真还没研究完成，平时私底下我俩开玩笑就算了，在部长面前我怎么可能开玩笑？之前在军备差不多的情况下，你们都一直输给我们，这次军备已经有了差距，恐怕你们会输得更惨了。你这老家伙，专门过来就是说这事的，都60、70岁的人了，怎么跟年轻时候一样争强好胜？哈哈哈！这次军演我们对外不对内，鹰将在边境跟咖喱国搞军演，无非是想向我们展示他们美式贸主战坦克的威力有多强。我实话实说，我的58式坦克肯定不如美式贸主战坦克，我真希望你能制造黑科技出来，让鹰将傻眼。这次军演就算我们北部战区输了，我也绝无二话。哈哈哈！我卖个关子，我怕说出来吓死你，等到时候军事演习时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士兵从裤裆掏出一把步枪，接着瞄准300米外目标，随后扣动扳机，子弹以极快的速度在空中飞行，下一秒直接击中界碑。几十年了，没有一发子弹敢越过这条国界线，现在竟然敢打我们的界碑，鹰将想干嘛？挑起战争吗？当年他们在高黎落荒而逃的事情不记得了？会不会是不小心？国界线是用来干嘛的？马上给组织上报，然后通知连队进入战备状态。副营长立马将情况汇报上去。而此时边境外，上头下令继续朝华夏境内开枪，这样真的不会引起两国矛盾吗？怕什么？我们只是在搞联合军演，不小心把子弹打过去了而已，又没有越过国界线。士兵得到上头指令后，继续向华夏方面进行挑衅。几声枪响过后，界碑上又出现了新弹孔，而副营长看到枪眼再也绷不住了，气势汹汹地往边界线走去。那几个鹰将士兵见状，连忙让咖喱国的阿三们过去交涉。反正咖喱国脸皮厚，就算斥责他们也无所谓。你们这是在挑衅，我已经跟上级汇报，你们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，你们自己承担。如果不是有军令在身，副营长真是恨不得直接掏枪跟这群畜生打一仗。你们华夏人真是容易应激，我们只是在军演，放轻松点，朋友。我开枪往你们那边打，你来放轻松试试。随便你们怎么讲，我们反正没有越过国界线，而且我们是跟鹰将一起联合军演，你们若是不服，就去跟六角大楼讲，谅你们也不敢。这几个阿三说完就笑着扬长而去，而鹰将士兵看到阿三们笑着回来，就知道华夏军队肯定不敢轻举妄动。呵呵，他们每次都只敢谴责，从来不敢主动出击。我在想，要不用马主战坦克往那边来一炮，只要不造成人员伤亡，他们又能如何？这件事要不要跟上头大声招呼？这是他们的意思，你去找战地记者来直播，到时候全世界都会认识到我们鹰将的强大实力，同时知道华夏人就是怂包。10分钟后，鹰将把坦克炮口对向华夏，下一秒炮弹直接把界碑给炸飞了。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！幻影坦克给我开启10倍充能，瞄准他们的坦克。10倍充能已完毕，已经锁定目标。陆峰随后按下了发射按钮，下一秒幻影坦克发射激光炮，炮弹直接击中鹰将的燃煤坦克，现场只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深坑。解气，真解气！早就想这么干了，鹰将估计现在都懵了，哈哈哈！解气归解气，但要是鹰将借此机会对我们发难，就麻烦。我们华夏可不怕他们，鹰将要是敢对我们动手，那我们的红旗必定插满六角大楼。这些年我国经济发展腾跃，引起西方国家的恐慌，试图制造威胁来制裁我国。不仅在棒子国部署导弹系统，还多次和小鬼子联合海上军演，甚至模拟登岛作战。现在他们来啊，只要敢来我就轰他们狗约的。这次一定要给陆丰颁发军功，至少也得是1等功。司令，我觉得这件事还是暂时不要声张为好。陆丰研发了猎鹰无人战机，上边有很多黑科技，足以让整个空军系统
统战斗力翻倍，还有这次的幻影坦克，环境拟态功能可以规避肉眼和雷达的观测，这些黑科技一旦被敌国掌握是非常可怕的。所以我建议暂时不要太高调，要把陆丰好好保护起来。另外得让战忽局出马了，否则鹰将肯定会渲染我们华夏军对世界的威胁，到时候又联合西方国家对我们进行经济制裁，就麻烦了。众人听闻后不约而同的点头。熊老说的有道理，立宪若是量太早，就会被敌人研究破绽。可如果突然出现，就能有奇效。让陆丰他们回来吧，现在还不是舞刀弄枪的时候，陆丰的安全最重要。半个小时后，陆丰，这次多亏了你研究的坦克啊，你放心，我们华夏不会亏待你的。此时一名士兵走了进来，在左增辉耳边嘀咕了几句后，转身又走了出去。情报局得到消息，小樱花近期会进行一场秘密登岛行动，并且背后有鹰将的航母群协助。如果这个计划是真的，估计他们要下手的就是千沙群岛。司令，你刚才说鹰将可能会派航母来帮助小樱花？是啊，其实上个世纪70年代，小樱花就联合鹰将占领了千沙群岛，不过后面被我们给占回来了。鹰将几十年的老航母也该退休了，就让我帮他们一把。司令，距离28区大概3公里的地方就是海域，我想申请在那里建造一个造船厂，然后帮你们海军改装航母，而且还是能打爆鹰将的航母。哈哈哈，小陆你放心，经费和人员你需要多少尽管说，我一定让全军配合你。那我回去准备，争取早点搞出来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陆丰一直在专心打造航母，直到10天后，电视台突然播报了一个紧急新闻。就在刚才，我国渔民在千沙群岛区域遭到樱花海军的驱逐，2艘华夏渔船霸气回击，撞向樱花海军军舰，不幸其中1艘渔船当场沉没。樱花海军军舰不仅没参与营救，反倒阻拦其他渔船进行救援，造成银远号渔船的渔民们全部葬身大海。熊坤看着新闻出神，手中的筷子都掉了，也毫无察觉。小樱花怎么这么快就开始了？这小樱花还真敢在我国海域公然叫嚣。正好我们的航母也差不多改装好了，就拿它们来测试一下威力吧。